谁稀罕你那点破奖金？今天要么把那50万的业务提成全还我，要么法庭见。我气得浑身发抖，打断了张涛的话。张涛愣了一下，随即阴阳怪气地说：小年轻还是太冲动啊，做事要冷静，好好工作，别想太多不切实际的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在一家科技公司做市场专员，入职2年，业绩几乎为零，只因名义上是市场专员，实际上每天都在帮同事整理资料、订外卖，偶尔还要帮他们处理一些繁琐的行政事务。除此之外，还要时不时替领导背黑锅。小李，这份报告李总下午就要，你赶紧弄好。我抬头看了看堆积如山的文件，已经快到中午12点了。我刚想开口，外面有人急匆匆地跑进市场部，气喘吁吁地问：有没有会西班牙语的人？公司里有几个人举了手。不要标准西班牙语，要拉美地区的方言。那几个人的手又放了下来。我犹豫了一下，小声说道：我会。对方眼睛一亮，立刻拉着我往外走。快，跟我来。我回头看了看同事。报告？什么报告？报告重要还是客户重要？这可是个大客户，谈成了，你的奖金比你1年的工资都高。那人急匆匆地说道：好吧，报告没弄就没弄吧，反正也不是我的本职工作。公司的 VIP 会议室门被推开，我看到几个戴着宽边帽的男人坐在那里，低声交谈着。公司几位高层陪在旁边，神色焦急。门一开，里面的人都看了过来。带我来的同事赶紧说：他说他会拉美方言，我就把他带来了。公司领导们看着我，眼睛顿时亮了起来。他们急切地说：快跟他们沟通一下，看看他们有什么需求。我也不知道他们谈到了什么程度，但打个招呼总是没错的。好在我开口之后，对面的那些拉美客户迅速站了起来，跟我握手。按照那边的习俗，女性地位不高，他们主动跟我握手，看来他们确实急需一个翻译。我跟他们大致交流了一番后，对公司这边的人说，他们说他们是那边最大的科技产品进口商，这次来是想找长期合作伙伴，没想到会说他们那边方言的人这么少。领导们显然都知道拉美市场的潜力，听我这么说后，眼睛里都闪烁着兴奋的光芒。4个小时的时间，在我的翻译下，公司初步谈下了这一笔大订单，后生可畏啊！市场总监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感慨道。我强忍住内心的喜悦，说道：谢谢总监。我私下里算了一下，这笔订单如果成了，我应该能拿到50万的提成。这还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是，我在领导面前露了脸，我的职场生涯应该要开始上升了。我开始对每天的工作充满了期待，尽管还是在做着一些琐事，但我相信机会就在眼前。想到马上就能拿到那么多奖金，我兴奋地跟父母说：等我拿到奖金了，我带你们去旅游。以前你们觉得我学那些小语种没用，说与其花时间在这些上面，不如多学学英语、法语这些。现在你们看，有用了吧？我得意地跟父母炫耀。谁知道过了2天，我到账的工资竟然还是只有底薪。我看着工资到账信息，愣住了。这一单我一直跟进到最后，按理说提成应该发下来的啊，怎么会没有呢？我赶紧去找了财务，但财务说我的工资没错。回到工位上，就听见同事们在恭维我的上司张涛：张总这个月赚这么多钱，怎么也得请我们吃一顿吧？就是，
这都快赶上我好几年的工资了，姜还是老的辣啊！张总一出手就知有没有。我听着这些话，心里莫名的感到一阵刺痛。张涛看到我过来，笑着喊我：“哎，小李，你来我办公室一下。”我跟着张涛进了办公室。小李啊，你在公司干了2年了，对公司有没有什么意见或者建议？我摇了摇头。张涛脸上的笑容更灿烂了。年轻人就该这样，只要努力工作，总会有出头之日的。我愣了一下，不明白他这话是什么意思。希望你以后也保持这样的心态。好了，没什么事了，你出去吧。我迷迷糊糊地走出张涛的办公室，一抬头，发现同事们看我的眼神都有些怪异。直到我在洗手间里才明白，为什么今天所有人都怪怪的，以及我的提成为什么不见了。小李那个丫头真是个傻瓜，自己辛苦赚来的几十万奖金被张涛拿了都不知道。嘘，小声点，怕什么？全公司谁不知道？就他自己不知道。你说的也是，说实话，这姑娘是有点缺心眼儿，不然也不至于挂着市场专员的名头干了2年的杂活，怕是学校学的那些知识都忘光了。谁说不是呢？可谁让她不拒绝呢？听着外面嘻嘻哈哈的声音，我紧紧地握住了手机。见他们准备离开，不再说什么重要的话，我关掉手机录音，打开门走了出去。两人显然没想到我竟然在里面，吓了一跳，脸色瞬间变得通红。我没有理会他们，直接走进了张涛的办公室。张涛正在办公室里悠闲地喝茶，见我气势汹汹地走进来，他脸上的悠闲神情收敛了起来。他皱着眉头问我：“小李，你有没有礼貌？进来怎么不敲门？”我有礼貌没用，对上没道德的人，我再有礼貌也是吃亏。张涛咳了一声，对我身后大声喊道：“都干什么呢？一个个都不用工作了吗？想走人是不是？”我看着背后同事们纷纷散去，没有任何反应。张涛关上了办公室的门，他回头笑眯眯地对我说：“既然你已经知道了，我就直说了。你到现在为止还没做过什么大事，只是翻译就拿这笔奖金，有些说不过去。其他市场专员也不会服气的，但你是我们市场部的人，这笔奖金理应算作我们市场部的业绩。那我作为你的直属上司，接受这笔订单奖金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过你好歹出了力，这样我给你1万的辛苦费。以后你好好努力，争取早日独立做业务拿奖金。谁稀罕你那点破奖金？今天要么把那50万的业务提成全还我，要么法庭见。我气得打断了他的话。张涛愣了一下，随即阴阳怪气地说：“小年轻，还是太冲动啊，做事要冷静，好好工作，别想太多不切实际的。好了，我不像你成天只干杂活儿，出去吧，我有事要忙了。”我被赶出张涛的办公室，心里又气愤又委屈。2年的工作经历仿佛成了一个笑话，而前段时间的期待和希冀更是像一把刀扎进了我的心里。我刚从董事长办公室出来，那天董事长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我就觉得他应该是一个比较公正的人，或者说比较惜才的人，也是他让我对我的职业未来产生了希望。没想到他现在竟然和张涛一样的说法，毕竟你一直以来都没独立做过什么业务，直接拿这么一大笔奖金说不过去。这样吧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好好学习业务，慢慢提升自己，以后该属于你的都不会少。董事长笑眯眯的，我却心里发寒。他的意思是说，这一笔奖金不属于我吗？我失魂落魄地走在回岗位的路上，走着走着，突然有人拉了我一把，
闪身进了洗手间。等我定睛一看，竟然是上次带我去翻译的那位同事。我才知道他是董事长助理。我时间不多，长话短说，董事长是张涛的姐夫，你找他没什么用。之前的事算我对不住你，咱们公司不适合你，能走你赶紧走吧。说完没等我有任何反应，他就踩着高跟鞋匆匆走了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眼睛终于湿润了。我拿着辞职信去找张涛，张涛看着我笑了，那笑容真的让人恶心。随后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些文件，这里一部分是你的简历，一部分是你签的合同。看了你的简历，我才知道你竟然懂这么多小语种，是个人才啊！我内心对他嗤之以鼻。人才又怎么样？在这公司还不是被打压，现在还被抢钱。你跟公司签的是3年制合同，你现在才工作2年，还有1年的时间。你想辞职可以，赔偿公司800万的违约金。什么？我抢过他手里的合同，里面竟然真的有这一项。你们私自篡改合同？张涛轻蔑地笑了笑，你自己回去看你的那份，是不是一模一样？听他这么一说，我就知道了，一定也是这样。都怪我刚毕业那会儿年轻，合同没看仔细就签了。好了，小李，你也别闹了，你是个人才，公司很珍惜人才的，你好好干，争取早日做出好成绩。翻来覆去地说做出成绩，做出成绩让你再抢吗？我看着张涛那副嘴脸，真想给他一拳。我咬牙切齿地走出张涛的办公室。第2天，同事喊我给他们做事，我一个都没理。既然都说我是个挂羊头卖狗肉的市场专员，不配拿那笔奖金，那我就好好做个市场专员。我又不是真的打杂的。我知道他们对我非常有怨言，那又怎么样呢？他们使唤了我2年还不够吗？没过2天，公司就给我派任务了。只因为他们从上次的那笔单子里尝到了甜头，便主动去开拓拉美那边的市场，于是这事就落到了我头上。我想一定是他们知道我离心了，开始用另一种方式彻底压榨我的能力。但没关系，我已经准备反击了。我盯着桌上那份拉美市场开拓计划书，指尖在纸页边缘划出细痕。张涛坐在对面的老板椅上，手指漫不经心地敲着桌面，眼底满是算计。小李啊，公司这是给你机会，上次那单你不是跟客户熟吗？这次把拉美渠道打通，以后市场部副主管的位置就是你的。我扯了扯嘴角，把计划书往桌角一推，行啊，不过我需要独立对接客户的权限，还有之前跟客户沟通的所有资料。张涛眼神闪烁了一下，大概是没想到我会这么痛快答应，顿了2秒才假笑道：没问题，资料我让助理整理好给你，权限我马上跟 IT 部说。他大概以为我还抱着做出成绩就能拿到公平待遇的傻念头，却不知道我早已在心里布好了局。回到工位，我打开电脑，先把之前跟拉美客户沟通的聊天记录、会议纪要全部导进私人 U 盘，这些都是我当初偷偷备份的，当时只是怕后续对接出问题，没想到现在成了最关键的证据。没过多久，张涛的助理就把资料送了过来，我翻了2页就发现不对劲，核心客户的联系方式被隐去了，合作意向书里关键的价格条款也被篡改得模糊不清。呵，还是这么小家子气。我冷笑一声，直接拿起手机拨通了拉美客户负责人卡洛斯的电话。上次翻译时，卡洛斯对我印象极好，临走前特意加了我的私人微信，还说以后有任何问题直接找我就好。电话接通，卡洛斯爽朗的声音传来：李，好久不见，
你们公司最近有新的合作方案吗？我故意叹了口气。卡洛斯，说实话，我现在遇到点麻烦。上次咱们合作的提成，我到现在都没拿到，而且公司还想让我继续开拓市场，却不肯给我足够的支持。卡洛斯沉默了几秒，语气变得严肃起来。李，你是个很专业的人，上次的合作如果没有你，我们根本不可能达成共识。你们公司这样对你，太不公平了。如果你有什么打算，随时可以跟我说。挂了电话，我心里有了底。接下来的一周，我每天按时上下班，却故意把开拓计划拖得毫无进展。张涛每天都来催我，我就以资料不全、客户不配合为由搪塞他。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却又不敢把我怎么样。毕竟现在全公司只有我能跟拉美客户顺畅沟通。周五下午，我拿着打印好的辞职报告走进张涛的办公室。他看到报告，脸色瞬间沉了下来。小李，你什么意思？现在正是开拓市场的关键时期，你辞职了，这个项目怎么办？那就不关我的事了。我把报告放在他桌上。还有，关于那50万提成，我已经收集好证据了。包括你跟同事的聊天录音，财务那边的转账记录。如果3天之内你不把钱还给我，我就直接起诉公司。到时候不仅你要倒霉，董事长这个姐夫也脱不了干系。张涛的脸一阵青一阵白，他猛地拍了下桌子。你敢威胁我？我不是威胁你，是提醒你。我转身走向门口。对了，还有件事要告诉你，卡洛斯已经跟我沟通过了，他们更愿意跟我个人合作，毕竟我们之间更信任。至于你们公司以后能不能再接到拉美地区的订单，就看你们的运气了。说完，我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办公室。同事们看到我拿着包离开，都露出了惊讶的表情。我却懒得跟他们解释，这些人当初看着我被欺负，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话，现在也不配知道我的计划。离开公司后，我没有立刻找新工作，而是注册了一家小型贸易公司，专门对接国内科技企业和拉美客户。卡洛斯第一时间跟我签了长期合作协议，还把他认识的其他拉美进口商介绍给我。因为我熟悉当地市场和语言，又能给客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，很快就有越来越多的客户选择跟我合作。而张涛那边，自从我走后，拉美市场的开拓彻底陷入了停滞。他们找了好几个西班牙语翻译，却都因为不熟悉拉美方言和当地习俗，跟客户沟通得一塌糊涂。卡洛斯明确表示只信任李，拒绝跟张涛的公司继续合作。之前跟我公司合作的那笔订单，因为后续服务跟不上，客户还提出了索赔。没过多久，我就听说张涛的公司开始裁员了，市场部首当其冲。之前那些恭维张涛的同事，一个个都被辞退了。张涛急得四处找关系，想重新打通拉美市场，却屡屡碰壁，因为所有客户都知道了他私吞提成的事，没人愿意跟这样不诚信的人合作。3个月后，我接到了以前同事的电话，说公司已经濒临破产，董事长和张涛正在到处借钱填补窟窿。我站在自己新公司的落地窗前，看着楼下川流不息的人群，心里没有丝毫报复的快感，只有一种释然。当初我不是没想过忍气吞声，也不是没想过直接走法律程序，但我知道，对于张涛这种人，只有让他失去最在意的东西，权利和利益，才能让他真正意识到自己的错误。而我也通过这件事，找到了自己真正想做的事，实现了比拿那50万提成更有价值的目标。
后来，张涛主动给我打了电话，语气卑微地求我放过他，还说愿意把那50万提成还给我，再额外给我20万。我直接挂断了电话，把他拉进了黑名单。有些伤害一旦造成，就再也无法弥补。而我也早已不是当初那个任人欺负的小职员了。现在我的公司发展得越来越好，我不仅实现了经济独立，还帮助了更多像我当初一样有才华却被埋没的年轻人。我常常跟他们说，遇到不公平时，不要害怕反抗，也不要轻易放弃。你的每一份努力都不会白费，只要坚持下去，终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芒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